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著名情感畅销书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我们看看4位老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我俩结婚1年多了，生完孩子以后，我觉得我过的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啥样的生活。现在有孩子了，我们肯定要围着孩子转啊。可是现在就我一个人围着孩子转啊，他从来不管，我心里觉得特别不平衡。他现在天天跟我吵架，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做他才能满意。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掌声请出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林先生，23岁，来自重庆，水果店店主；女嘉宾田女士，22岁，来自重庆，无业。欢迎2位啊！22岁啊，哎，好年轻哦，咋认识的？就是一开始嘛，就通过陌陌，然后正好交往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过年了，然后就去他家里边，然后觉得都谈得挺来的，然后就把婚定了。18年时候结的婚，孩子也有了，现在孩子半岁，半岁，男孩女孩？妹妹。妹妹，哎，你应该很幸福是吧？对啊，我觉得，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俩结婚1年多吧，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他对我吧，好像就总是看不惯。我毕竟在经营一个店嘛，然后每次回到家之后，然后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喝口水，比如说把水杯放在桌子上边，他都能跟我吵一顿。什么叫我想跟你吵？每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我会跟你吵吗？不是，关键是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才叫在你心里边我把事情做好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做孩子的事情，他拿着手机在沙发上躺着玩，然后我叫他去做，他就这样一直拖延时间。那不我也是，白天在外边累一天了，我想回家休息一下。哎，你们俩怎么生活呀？是跟父母住在一起，还是自己做？帮你们带娃？基本上没有，因为我爸妈也在上班。孩子谁带？孩子我在带。谁做饭？他在做。哦，公婆有时候还能稍微搭一把手是吧？对。哎，还好啊。怎么了呢？他那些朋友，你一个劲儿的叫他出去玩，一个劲儿的叫他出去玩。明知道他有孩子了，要得在家里边带孩子，也非得拉他出去玩。我又不是天天出去玩，是很少嘛。回来他就说我。那一次他去接头发，接完头发之后，你说他接也就算了，他还把头发染了。你说那个6个月大的孩子，他本来就喜欢抱着头发啃。你不让我剪头发，我也去接吗？就是我怀孕之前，反正也是长发嘛，因为我比较喜欢长头发。怀孕了之后，硬拉着我去把头发剪了。当时我剪的时候，我心里面也特别难受，我就撅了之后，然后回来他就说我接头发你就算了，你还去把指甲做了。你不知道你要在家里边带孩子吗？那指甲做了，你还贴片儿，还贴钻儿，那不是当天钻尿布的时候就把孩子给刮了吗？我不已把指甲卸了吗？然后你就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带一下孩子吗？然后换一下尿布吗？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来做。那不是我得在外边挣钱呀。你就说你在家里面，基本上都是我在叫他做，他才会去做。是不是觉得其实还没准备好，这孩子就来了，有点急？孩子根本就是一个意外，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我要这个孩子。反正当时已经怀上了嘛，毕竟我就想生了就生了吧。然后，但是久了，感觉生活反正就是什么都变了，不像以前一样。就比如说有一次，我朋友约我去农家乐，然后当时我也给他打电话，我叫他回来带孩子，然后他就说他忙，反正就是每次我叫他回来带孩子，他都会找借口，他就不带。然后每次我把孩子带出去回来之后，他就会说我，就上次我去农家乐玩，把孩子被蚊虫咬了，他就说你带一个孩子带不好啊，什么什么，指责我。当时我叫你回来带了，你说你忙就会找借口，然后我只有把孩子带着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又骂我。我那个时候在摊里边。我抱一个6个月大孩子，我去带他去遭罪还是咋了？本来那个时候本来也挺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我一个人在那儿。还有就是你不知道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带你出去玩了不行吗？非得跟你朋友出去玩。现在孩子有时间吗？你不是说你天天要应酬呀什么什么的吗？那应酬我也没办法。
反正就是吵架之后心里面有一点气愤嘛，气愤，然后我就会想到，反正都是他朋友，啥都是他朋友。你后悔过吗？我不后悔。行，接着再问哈，今天谁要来的呀？我，来干啥？因为才新婚嘛，然后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俩才结婚1年左右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老婆吧，别那么太听她朋友的，别那么老爱出去玩。你指他老爱出去玩，是出去了多少回吧？其实也不是经常出去，就是你说正常情况下啊，一个小姑娘啊，你说你白天出去逛街是吧？你把孩子比如说抱出去逛会儿街，你说下午4、5点、5、6点就回来，那玩意儿我也不会说她呀。她晚上出去玩，晚上出去喝酒嗨。难道结婚到现在我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吗？我就要天天围着孩子转是吧？那现在毕竟孩子都有了嘛，咱们就能不能都收一点心呐？不，你说的这个晚上出去喝酒嗨，是偶尔那么1、2次吧？也就那么1、2次啊。那你让人放松一下嘛。你的朋友们也说你结婚早了吧？他们都说我结婚早了，说我会后悔呀之类的话嘛。啊，行，那今天他把你带来，就觉得你们俩的状态不好，你觉得好吗？不好。你也觉得不好哈？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改变呢？我就觉得反正就是脾气什么之类的，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啊？冲不冲就对我发我大吼之类的。你们俩经常会吵架吗？经常会，比如说有一次我回老家去了嘛，我爸过生日，然后因为孩子第2天要打针，我没带他回去，我就叫他看一下孩子嘛，然后他外婆就说孩子很早就醒了，然后他爸爸就是睡觉睡得很死嘛，然后孩子这样哭闹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是爬过去爬过来，然后抓他呀挠他呀，他根本就没反应，我就发火了，我说万一孩子从床上掉下去了怎么办？然后他就吼我叫我回来带孩子嘛，我说我爸过生日我又不是会回来的，你不要一直催我嘛。那我也没有催你啊，他告诉我是他周日回来，结果他周6就回来了，回家玩了1个星期，他没告诉我他周6回来了，然后是周6下午他妈妈给我打电话问他到我这儿了没，我说他今天回来了吗？我才知道他回来了，然后后来一问他又跟他朋友出去玩去了。不是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那时候5个多吧，就1个月以前。等于你就把孩子放到家里，你自己回老家回了1个礼拜，是这意思吧？当时我跟他说了的，因为我爸爸过生日，我必须回去嘛，因为毕竟我家不是重庆主城的嘛，然后我回去距离也很少嘛，就是，然后当时我也跟他说了的，我要回去，然后他也答应了的。那我也没有催你啊，是你告诉我你星期天回来，然后你自己又星期6回来了，如果你妈不给我打电话都不知道。咱们这样啊，做个评分啊，你觉得你老公10分是满分的话，你也打几分？打8分吧。啊，这么高啊？反正说他不顾家，反正就是反正有是有，但是也不是完全不顾家的。主体上他是顾家的，是这意思吧？也不算是吧，反正是。但是你这分可打得够高啊，8分啊。反正是他对我很好吧，不管生孩子什么的，反正。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也是比较贪玩，反正结婚前他也是比较喜欢玩。我说实话，我结婚后变化很大。以前我很爱买长指甲，然后长头发，反正天天要化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为了孩子之后，什么都没做了，反正就是天天都是围着孩子转。行，给你老婆打个分。8分吧。她做妈呢，除了带出去玩，在家里边对孩子照顾很好。就是带出去玩的话，孩子照顾就真的不行。啊，这么小他就带孩子出去玩了已经。就比如说，他那次去农家乐的时候，他那么想出去玩，像农家乐这种地方，你干嘛不跟他一起陪他出去玩呢？我得赚钱呀。哦，赚钱很现实，不然我不赚钱，一家人吃什么？所以我听妻子的抱怨，完全来自于孩子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你没做好准备的，对吧？加上你跟你那些朋友比起来，你觉得心里有些委屈，而这个委屈是你先生不能理解的，对不对？算是吧。你是觉得你们俩这个状态不对，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改变，是这意思吗？对。相识半年，结婚，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尚的这个辣妈又不知道怎么应对孩子，无法平衡自己的独立空间、孩子和先生之间的3者关系，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于是就发生了经常的争吵。但是让双方评价对方的时候，我看给的分又不低，这到底是一种情绪在作祟，还是有其他的东西？他们应该怎么应对这种家庭的变化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在你们爸妈的眼里，可能谈恋爱马上就应该结婚生小孩，在你的眼里面，你当妈呀，你就不应该玩，你就应该围着孩子转。在他眼里面，我还没玩够呢，凭什么我就要为这个孩子付出一切了？这是价值观的不同。
其实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一大群人的问题，这个我把它叫小爸爸和小妈妈的问题。小爸爸和小妈妈的现象是什么呢？就像你们这样20出头一点有孩子，但你们其实没有做好当父母的准备，你们自己还是年轻人，你们自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你知道生小孩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吗？你们是不是觉得只要我生了孩子，我对这个孩子就先天就会有责任心了，就会有责任感了？对孩子的爱是天生的，责任感并不是，技能更是要学习的。请问你给他足够的心理准备了吗？给他学习的时间了吗？给他培养责任感的一个学习的空间了吗？没有。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他身上推，你当好一个爸爸。最后我想跟你们说，当我们突然之间被推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们理智和智慧去找到一个磨合的方式，去看到对方的需求，去了解对方在这个年龄阶段他应当有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需求。他需要玩，他需要去找到自我的人生。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把这个孩子当成我们去学习人生的，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磨合的方式？怎么样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方式留出更多的个人空间，让你们两个人还有一个成长的机会，你们还有那么长的人生的路，还是要找到自己，先找到自己，再去学做爸妈。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来，珊娜老师。因为我也从这个时间阶段走过来，我就问你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孩子很小，然后你依然想着就是说要出去玩，你能玩到心上吗？因为我毕竟当妈妈了嘛，我是想出去玩心里面，但是我也拒绝了很多次。咱们不说拒绝的那些事儿，就是说真正的就是你出去玩了，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你能玩到心上吗？玩不到心上吧？那你跟朋友们再在一起，你觉得你能融入到你这些没有当妈妈的朋友的圈子里面吗？你觉得跟他们还一样吗？有话题聊吗？基本上没有了吧。这个就是生活的改变，这就是我们面对活生生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接受它。为什么有很多的全职妈妈在家带孩子，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她那边说这个爸爸的不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所有东西全部奉献给这个家和孩子，义无反顾，从来都没有小我，只有大家。但是我又能理解你年纪很轻就当了妈妈这个心态，没办法接受这一切的改变，包括你说做指甲，换以前的话我一定会非常谴责的。但是我又明白你那一刻你自己的小我，就我还是个孩子。所以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经历，就是人生速度太快，步伐走得太快，都没有想好下一步脚落在什么地方就迈出去了。那现在到了这种程度要怎么办呢？就我们只有学着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而不是这个时候还是一味的埋怨和指责。确实他有做的可能让我们常人看来不理解的地方，但如果你全部是指责给到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承受。同样的，他全部指责给你，你能承受得了吗？所以都在这个年纪轻的时候当了父母，那就彼此共同成长，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孩子也是第一次当孩子，孩子多无辜啊！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我觉得你们之后更多的应该是相互鼓励，而不是埋怨，好吧？就说这么多吧。好，谢谢珊娜老师，窦秋老师。明显看到这还是个小孩呢，就做了小孩的妈妈了。当然现在说什么其实都无济于事。对，已经有了孩子，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你们再年龄长一点，再成熟一点要孩子，可能你们双方的父母也到了一定的年龄就退休了，这个时候还真能够帮你们搭把手带好孩子，也许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缓解啊。我觉得男生你越是跟他提要求，他越有逆反心理。女生我想说两句，我身边有你这样的情况，一个小女孩刚毕业，突然之间有了孩子，
然后他所有的日子，从20来岁开始就围绕这个孩子，直到他上幼儿园、上小学。从前他对这个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布局，但是发现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开始了柴米油盐的生活，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人，他安于这种生活了，而且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离他远了。他如果去找一个工作的话，也是有压力的，他还要照顾孩子，他觉得太辛苦，所以他慢慢的放弃了。他的妈妈跟我说过，怎么办呀？我很着急，我担心他的状态。我说那你要鼓励他出去工作，但是对他来说，孩子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借口。他说我要照顾孩子呀，爸爸妈妈也都没有退休，没人帮我照顾。我甚至觉得孩子成了他的一个盔甲，让他把自己包在里面，不再和这个社会接触了。他找到了很多的理由。所以我想跟这个女孩说，已经有了孩子，一边照顾好孩子，一边继续自己的人生，规划好自己的人生。我相信一定是有办法的。人生不仅仅是把头发接一接，做一个指甲。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太浅了。人生很长，你需要有很多梦想慢慢去实现。先定一个小小的目标，跨出去，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再多彩一点，而不是每一天盯着老公、孩子和家里的这些事儿。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所以不要那么早的把门关上，然后每一天在这种琐碎当中纠结痛苦。你觉得现在和别人没有话题，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孩子，还是因为你和这个社会接触的少了，有了隔膜。所以走出去，开阔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人生。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但至少目前的这些东西可以暂时的缓解。好好的，慢慢的开始规划，不着急，好吗？加油！谢谢周青老师。来，郭老师。22岁当妈妈，44岁可以做奶奶，66岁可以做太祖母，88岁5代同堂。不是所有的女人在初为人母当母亲的时候，内心都是喜悦的。有一些等待很久，对孩子一直以来有期待感的母亲，她是这种感受。但是据心理专家研究，对于那些不速之客的孩子来说，很多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是抱有恨意的。这种恨来自于什么呢？当然，第一，他觉得孩子生下来对自己的身材造成了损害，对于自己的事业、生活都带来了太大的影响。而且这孩子一生下来的吧，跟很多女生在想象当中自己做了母亲之后那种很漂亮的宝宝那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刚生出来抱出来就是很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发出任何指令，母亲就要去伺候他，所以你对孩子会有一种恨意，会有不耐烦。有这种感受吧？有过。有过哈。而对于男人来说呢，其实很多男人都有你这样的问题。男人天然的以为照顾孩子就是女人的天职，因为所有女人都这样的。我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觉得就是女人的事儿。但是还好你们彼此给对方打8分，因为如果你有对对方的认可和爱的话，那就会有补充。对，的确年龄小不会照顾孩子，技巧要慢慢学，慢慢增长，人要慢慢的成熟。那在没有成熟和技巧没有完善之前，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责任？有的时候就靠对彼此的爱和负疚感来完成。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一个丈夫每日在日常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是觉得家家户户都是这么过来的，带孩子就应该是你的事儿，甭管你年纪有多小。但是如果当他看见，比如说孩子在发烧的时候，母亲彻夜不眠给他物理降温、擦身子、贴那个降温贴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睡觉。如果你爱他，你就不好意思睡觉，你就会愧疚，你就会爬起来，你哪怕不做，看着陪着他，
你会觉得心安一点，这是负疚感。他给你打8分，我觉得他应该做得了这些，而且他在家还做饭嘛。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完全成长，技巧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如何让自己跟对方一起来分担对孩子和家庭的责任，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靠对彼此的爱。而对于母亲来说，这一点更好解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孩子就越来越好玩，越来越好看。而且不是说你身边没有同伴，你孩子大了以后，你身边全都是妈妈，天天有好多可聊的事儿。买什么东西，上什么幼儿园，去交流一些孩子的一些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这都是你将来的话题。只不过你的这个生活空间和讨论的内容，从怎么接指甲、怎么接头发，变成了如何培养孩子，仅此而已。其实有的时候，做一个有深度、有内涵、负责任感又漂亮的辣妈，其实还真的比很多女性要更优秀。既来之则安之，你说呢？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其实这个娃的到来，等于是给他人生做了第一次变轨。本来社交圈子并不大，然后他马上他的身份有这么突如其来的变化了，当然要脱离，自然会脱离，这就是人生的变轨嘛。但是你要想哦，到你40岁的时候，你姑娘18岁，亭亭玉立的时候，也许他们刚开始当妈受这个罪，人生就是这样，其实挺平衡。所以人生没有后悔药啊，在这个时候只能往好的那个层面看。其实最简单，6个月了吧，开始找这个早教班吧，带着孩子上早教。后来我琢磨出来，不是早教孩子，是早教妈。很多妈妈在一起，她实际是一个群体，爸爸偶尔再陪一下，对，爸爸再送去，让妈妈觉得脸上特别有光。你看我老公多没有责任，哎呀，你去了之后，你感觉会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爹去，你一去你就变成了一个爹的那个榜样和楷模，就挺有意思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把这个抱怨减少。我了解，其实确实22岁，挺委屈，但是你们的选择嘛，咱也回不去了，所以你必须要变。我老觉得就是换一个想法，有时候可能生活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要想着我后悔啊，我这么小占用我的空间，确实是这个现实，咱不没辙了吗？既然只能这样，我们就让这样过得更好嘛。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也知道你平时很累，但是有时候我也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为我考虑一下。我知道你在家里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但是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的话，其实我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为这个家也付出了这么多，我也希望你以后做事不要再这么拖拉，反正就是主动一些。明明看着，反正就是明明这么多事堆着，是都要怎么都是我主动去教育，我就希望你多关注我的孩子，不要整天反正就是想着反正就是一回家就躺在床上玩手机啊什么之类的。行，我知道了，我错了，老婆。要求高吗？不高。能做到吗？能。真能吗？真能。行了，回吧。谢谢2位啊。哎，你那会儿怎么把这个艰苦的时期度过的？分享一下吧。哎呦，我岁数大了就没那么艰苦了，真的。就我岁数大了，跟他不一样，他是觉得好像这小孩来得太突然，那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不仅自己准备好，家里人也都准备好了，7大姑8大姨那都等着帮忙呢，就没有他这个困惑。困惑的是我们怎么面对产后自己的那种心情的调节，其实是个人的。所以就发现。这个假期，他发的最多的棚拍照片就是在睡觉，精力跟不上，所以年轻生娃倒回头来说也有好处，他有精力带。对，所以事物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那个年轻的爸妈能够扛过去，因为咱们得面对一个现实，生一个娃就是一吞金兽啊，不仅吞钱，还吞噬你的精力，对不对？一开始我说吞金兽指的是什么呀？我就觉得简单
是钱，其实后来发现不是。是。吞金兽实际是在吞噬你的精力，还有你一部分的人生，你都得给到他们。所以我觉得，那怎么办啊？咱就一起奋发努力呗。等他到我们这年龄的孩子，孩子都该结婚了，对吧？多少刚才算那个账特好，88岁人家5代同堂，咱们80多岁，你有没有当爷爷还说不准呢，是吧？来吧，看看这对年轻爸妈的抉择，请开门。来吧，来吧，来吧。先生，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你老婆有多久没有笑过？还有一个就是你老婆这个最近一次哭是在什么时候？在他爸爸生日的时候回完老家，然后我们俩吵架的那一次。哦，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我一回想，我在这个整个节目里，他妻子没有笑过一回。啊，就当他抱的那一刻，那个眼泪是含在眼眶里的，现在掉下来。你可别最后让他变成麻木了，那就麻烦了。啊，好好对他，好吧？来，这就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来来，请亮灯啊！这个先送给你们啊。其实他哭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他情绪宣泄一下也好啊。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要2宝？3年后了吧？3年后了吧，因为毕竟是剖腹产嘛，因为只能3年后才。你还想要2宝？我以为你已经绝了呢。还有希望啊！回去就为了2宝而奋斗嘛，先把大宝带好，好不好？行，谢谢两位啊，来，请回，请回，请。还真还想要2宝呢。我就这个时候想，再过段时间就不想。对。祝他们幸福吧，祝他们的宝宝健康成长。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他和我母亲像仇人一样相处，我夹在2人中间，特别为难。我觉得他母亲的生活习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我已经尽力去容忍了。我觉得他根本不体谅我，而且每天想着唱歌也不找工作。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不理解我，非逼着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的工作。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黄先生，51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有请黄先生。鲍女士，37岁，来自安徽，无业，欢迎鲍女士。欢迎两位啊！您有51岁啊？像吗？啊？不是，我问您有没有吗？有。我天哪，51岁啊，好年轻，好年轻，好年轻。这是保养的好啊，保养的好。您嫁给他多久了？嫁给他1年。您是初婚？二婚。有孩子吗？有。啊，离异多久？然后又跟这位女士？将近10年。您是初婚？我也是二婚。孩子都在跟你们生活还是？现在我们是住在我母亲家里。哦，住在你母亲家。对。您结婚有孩子吗？结婚，我们刚有个宝宝4个月大。你们俩又有宝宝了？对，我跟我的前夫没有孩子。等于你们结婚1年是吧？对。孩子也有了，是这意思吧？是的。认识多久结的婚啊？认识有半年多。哦，速度挺快啊。资料上面写的很有意思啊。您叫自由职业，我一听这自由职业，我就比较好奇，自由在哪儿？
干嘛的？不是上下班时间，哦，不是太固定啊。工作内容呢也不是太固定。哦，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都不固定。对，您等于没工作。对，是的。是因为刚有孩子，对不对？是的。住在您母亲家。是的。现在您先生跟您母亲的关系不好。是的。所以今天来这儿了，是我们就弄清楚基本情况，怎么回事？住人家还跟人妈关系不好。结婚不久呢，她就怀孕了。因为我和我前妻呢有过一个孩子啊，深知这个养孩子的不容易，我就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岳母呢，她是因为退休了，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另外一个呢，我爱人呢，她在家里是独女，父亲呢早年去世了，所以他们母女呢相依为命。现在呢有一个小孙子以后呢，那么她就执意要。同时呢，我现在这套房子呢，你们倒是可以住在我这里。既然丈母娘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有了孩子。原本您是不想要的，是吧？对。是被丈母娘开出的优厚条件吸引了，所以才要的，是吧？你和你母亲都特别想要这个孩子。不是，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也快40了，而且我前段婚姻也就是因为结婚了几年都没有孩子，所有的亲朋好友，而且是对方的家人都认为是因为我造成的原因，所以对我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你生孩子，你是要证明我是能生的，是这意思？对，所以我特别想要这个孩子。所以你看这孩子，爹是不想让他来，妈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我能生，所以你看这孩子来的真不容易哈。那就接受现实呗，又住到丈母娘家，丈母娘又给照顾孩子，不是挺好的吗？开始呢是还可以啊，后来呢渐渐的呢，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岳母啊，这个理家的能力比较弱，家里呢搞得乱七八糟。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垃圾场。因为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带着我一个人，平时也是省吃俭用，积累下来了很多东西，他也舍不得扔，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们就非要把他的东西扔掉，他也舍不得啊，他认为他把他的东西扔掉以后还要花钱来买。所以他就特别节省，这也是他长期习惯啊。所以这个家里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的。我们有没有他们家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大家能不能看一看？我们了解一下啊。哇，这。瓦的一个大电灯泡，它一洗个澡都要点个灯，点那么长时间，很费电的。我们家的那个水表，夏天人家就要几十块钱，我们家都要100、200块钱，所以我妈就看着这个都很生气啊，她心疼啊。你岳母应该看不上你吧？这个不知道，得问他妈呀。您自己觉得呢？我觉得对我还行吧。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可能坚持要这个孩子呢？哦，那是对孩子行。不是，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搬出去住呢？这么大冲突。我也很想搬出去啊，关键是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啊，一天晚上就是唱歌唱歌唱歌，他就是整天把唱歌当成一种事业来做。像他这种年龄，你觉得这是很妥当的吗？我不是觉得这妥当，不是你们也有孩子了，老人那么老了，那应该
自己独立生活。我们搬出去租房子也没有收入。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现在就是靠我以前还有一点积蓄。你也50岁的人了是吧？是，我是爱唱歌，我觉得唱歌也能成为职业，但是呢，他不理解。您也是50岁的人了哈，您也有老婆也有孩子，您得养家吧？是。因为正规的工作呢，他就不能唱歌了，所以我现在想找一份呢又适合唱歌，又能工作的工作。不是，您现在在干嘛？你能明确的告诉我吗？他现在接活，什么叫接活？所谓的接活就是，比如说人家有什么活动啊，请他去唱首歌啊，唱首歌给他多少钱啊，这就叫接活。他除了接活之外，平常干嘛呢？在家帮我一起带宝的。也没有收入，是这意思吧？是的。那您这不行啊，这娃咋养活啊？那您可以踏踏实实干点别的事儿啊。就因为我就爱唱歌嘛。所以你第一次离婚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感情不和。啊，这也没法和呀，天天就唱歌嘛。我不能说不务正业啊，就是您是把您的理想反正都去追了，身边的人一个一个也都伤了。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跟他谈恋爱就嫁给他？因为我那个前夫对我不管不问的，什么也不顾。后来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人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然后对我整天嘘寒问暖的，也挺关心的。跟我前夫比起来，对我挺好的。这钱方面，你就算给我一栋房子又怎么样呢？只要他有上进心就挺好的。对，你觉得他有上进心？对，是你的灵魂伴侣是吧？对。行，接着问啊，跟你丈母娘现在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有一次呢，为了看他呢做家务，有时候也是挺辛苦，那么我就安置了洗衣机，但是呢怎么也不用，问他呢也不说，那您用不就得了吗？我妈不是还是因为省水省电吗？特别是有一次，我无意当中呢听见他母亲和他的一个朋友在视频电话，电话里呢就跟那个朋友诉苦。后来我又去请他回来了。现在两个人见面就跟见仇人一样，他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他。你们就搬出来嘛？我现在搬出来，现在没有收入。想搬走是吧？说说下一步的规划吧。人到弯腰处必须要弯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情况，也考虑到他母亲的现实情况，因为毕竟那个岁数了，他呢又独生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暂时呢就还住在这个家里。行吧，说白了，现在你们的生活来源就是他老母亲的钱，加上他以前工作的钱，是这意思吧？您就吃这俩女人呗，有时候也挣点，够您吃吗？就是苦一点。哎呦，真是，
您现在是不是还痴迷于这个唱歌？是。咱找点踏踏实实的事儿，给孩子挣点奶粉钱，行吗？我说了嘛，我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稍微呢肯定要一个小过程。如果选择唱歌和孩子来说，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都重要。你选一个吧。目前来说呢，一边是我的演唱事业，一边呢是我的孩子。不是，咱得生活吧？您都51岁了呀，大哥！我的妈！哎，你离开他，你跟你妈带那娃行吗？就是你跟你妈带娃呢，就少一个人的开销嘛。我没别的意思，至少你妈也不生气，对不对？少一气她的，再加上他再给你们1个月1000块钱奶粉钱，这不，至少生活稍微好一点嘛。为什么不这么考虑呢？我是考虑到宝宝从小就缺少父爱，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我的天哪！一个51岁的人，都到现在为止，孩子在那嗷嗷待哺，他不去挣钱，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1个月拿2000块钱的退休金养活着他儿子和媳妇儿，这什么梦想啊？你们来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跟你说，你比我年长一些，叫你一声大哥，又是老乡。在安徽有好几位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我跟他们也比较熟悉。歌唱事业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曾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但是比赛结束之后，歌唱的道路也是非常艰辛的。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一个事业来做，这条路尤为艰险。你想，他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成功了吧？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事业和职业来做的话，还是那么艰辛。应该说，你离歌唱的成功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你只是说通过一些熟人介绍能够接一些活，我们都是行业里的人，你完全没有在歌唱上的这种成功的希望。在51岁的年纪，你是靠一些关系接一些零散的活，有一些贴补家用的钱，而且这些钱是微乎其微的。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和前妻的儿子，你付过这个抚养费吗？有，抚养了18岁。每个月是多少钱呢？700、800块钱。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说给1000块钱，让他们1个月把这个孩子给照顾好，我都挺吃惊的。大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51岁了，可能我们不再是21岁的年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可以为他付出，花很长的时间。现在你再去这个梦想，我觉得太晚了。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面对着这一家老小，咱拿出点实际行动？你说你一直在找，在等回音，我觉得你其实是一直在回避。你觉得你高大上的梦想配不上这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你不能够容忍自己那么美好的声音在这些一地鸡毛当中散去了。其实有那么多工作可做。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能够迅速改变这个家里情况，你可以租个房，做快递送外卖，其实这个是非常快的，收入也很高，而且迅速的能够改变母子的这种生活状况，可以马上搬离这个家，租一个你们自己的房子。你考虑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吗？还是你觉得这些工作和你的梦想完全不匹配呢？当然不匹配。我要实话告诉你，你是安徽人，你一定认识我，我已经做了快30年的节目了。可能在你们的眼中，你们会觉得我算是成功的人，但是我依然在很努力，因为电视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永久的在这个屏幕上，我其实在找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为未来或者现在的转型做准备。我相信各位其实都是，他们都不仅仅只是在屏幕上出现，有的写书，有的在当老师，我们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无所有还不努力的去想办法呢？现实就是这样，当
当我们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之后，你其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你孩子未来，你的小儿子长大了，他会看到爸爸在家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在社会上扮演的一个角色，对他，你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吗？我特别难过，看到我的老乡在这儿哭，然后用乡音在斥责他选择的这个男性。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因为对方，他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你多少眼泪都是无济于事的。你的母亲和你相依为命走到现在，无论她有多少的恶习，她岁数大了，她还在拿钱供养你们的一家，说起来真的让人揪心。妹妹，如果她靠不住，你就靠自己，你养妈妈和孩子，好吗？谢谢周群老师。来，陆琪老师，寄生虫啊，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今天你拿几张老人的照片出来，你想说明什么？说明问题都是老人呢？我可怜那小孩，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叫《无良是一种病》，说有一些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所以今天他站在这儿，他口口声声说梦想，说我要追求什么，是在包装自己。掩饰自己是没有良心这件事情，对妻子也好，对孩子也好，他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行了。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我和周迅老师想法不一样，我都不觉得你应该自己带孩子，我觉得你就应该把孩子丢给他，你还是可以去看啊，还是可以带孩子去上学、放学，可以啊，你去找份工作。改善一下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工作，硬生生你拖的也是无业，让小孩以后怎么生活？父母2个人都是无业，小孩以后怎么办？越是针对无良的人，就是越要给他包袱，给他压力，把他该承担责任给丢给他，让他无处遁形，没有地方可逃。这个时候，你能够带给你孩子的，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有可能的将来。就这样吧。谢谢陆琪老师。来，尚娜老师。您是唱歌是吧？唱什么类型的？受大家所有的指责，不是因为他的抵抗能力有多强，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51岁，但他比我们都帅都年轻。大家不觉得吗？其实51岁的年纪不重要，关键是人家看着比我们都年轻。那我比他小9岁吗？他不显然看着比我年轻吗？年轻就是资本嘛，
就拿得出手嘛，对吧？你虽然比他小10几岁，你看着跟他也差不多是同龄人。说白了，你们2人所有的行为就是在等你的母亲和他的父母100年之后嘛，有2套房子。如果以今天你们对自己的认知，你们对人生的复盘，你们肯定不会再有钱买新的房子的。你们大不了也就是租房子住。所以到头来，他父母的房子和你母亲的房子，的确最后就是落你们手上。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没这么想过，他们即便是不劳动、不辛勤工作，最后也不会妻无定所。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你为了孩子自救也好，他不要为了所谓的痴心妄想而荒度时间也好，这都没用。如果我们说话有用，你们的事儿不会到这儿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他跟母亲搞好关系，对吧？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那你就可以问问自己，一个拿2000块钱的70岁的老人，他要怎么省吃俭用才养得起一家4口？他不吃变质的菜怎么可以？你光水费就100-200，他如果不这么省，怎么养得起你们4个人？他不自己吃那变质的菜，他怎么养得起？我问问这位大哥，我问问你，拿2000块钱给你养4口人，养一个家，你怎么去精打细算？怎么过日子？你回答我呀！回答不上了。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场景，刚才已经给了照片在那儿了。你说你们房间挺干净的，老人家房间是那样。你说老人家不让你们进去打扫，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他如果不省吃俭用，他不居住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面，他怎么可能维持你们现在的生计？我也不要求那么多，也不要求你跟他要离婚还是怎么着，但你自己要找工作。你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但你要找工作，因为他养不起孩子，你得养。对不对？如果你对你的母亲还有一丝良知，你不要让老人家在余生之年过得特别难受。你说呢？别的就不多说了。至于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只是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美丽的谎言。今天我们看到了2个美丽的谎言，一个谎言叫梦想。就有人借着梦想之名行生活懒惰之实，面对生活一步又一步的妥协之后，他说：“我是因为要追逐我一个梦想。”我相信在这个现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是以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梦想是否伟大的，我们是没有的，梦想没有高低。但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美的梦想，他把身边的所有至亲的人全都踩在脚下，一个一个的去伤害，让他们哭泣。我想知道完成这个梦想有意义吗？请您回答我，求教一下。第2个美丽的谎言就是这位女士说的，有很多人在这个择偶的时候或者交友的时候说，这个人要有上进心。请问什么是上进心？只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平凡的去工作，认真的对待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是挺好吗？您上进吗？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选。接下来一起进入他们的真情60秒。我希望你之色跟我回家以后，能从心里真心的为了我真心的对我妈好，和我一起孝顺我妈，还有就是真正的改变你自己，能找一个好好的工作，为了宝宝，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因为这个家庭里来的真的不容易，请你跟我好好的一起珍惜这个家，我不想因为宝宝没有这个家庭失去这个家庭。
对于我和你母亲来说，我能做的已经都做了，我帮您接下面您想说那几个字儿，好吧？您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吧？打50分吧。打50分，我猜对了1半啊！行，回吧。请回，请回，请回。请关门，请关门啊！我相信，真是怀揣梦想的朋友，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伤害自己的亲人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这对夫妻，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这种情感。来，请开门。来，51岁的。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跟老公结婚4年了，收入本来很高，现在生了2胎，公公婆婆从老家搬了过来，说是要照顾我们和孩子，但1分钱没带。房子呢是我们花钱租，生活费我们给。后来甚至把老公的几个姐姐也叫来了，我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存不下钱，还不如请保姆。但是老公觉得都是一家人，照顾孩子肯定也更用心，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适合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这段话其实希望你的老公更多的听一听，因为婚姻毕竟是2个人要共同面对的日子，而大家庭的介入其实是帮你们忙。如果不是正忙反成倒忙，真的要好好的和丈夫商量一下如何处理。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坚定的亮出自己的底牌，不愿意共同相处，那就要说出来。当然，如果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话，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也需要你们全家坐在一起，好好的商量。这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